时间过得飞快，一眨眼2025年已迈出起点。新的一年都有哪些国际赛事等着我们呢？据国际足联确认，今年将会有如下赛事盛大举行。2025年塞舌尔国际足联沙滩足球世界杯。巴西里约热内卢，曾经的巴西首都，这里有长达636公里的海岸线和随处可见的沙滩美女。世界新7大奇迹之一的里约热内卢基督像和能容纳20万观众的世界最大的马拉卡纳球场都是这座城市的著名标志。而沙滩足球正是发源于巴西里约热内卢。1995年1月，第一届沙滩足球世界锦标赛在里约热内卢科帕卡巴纳海滩举行。该赛事在当时未被国际足联认定，直至2005年，国际足联才将其纳入到管辖范围。而坎通纳率领的法国队夺得2005年首届国际足联沙滩足球世界杯冠军。第13届国际足联沙滩足球世界杯将于今年5月1日至5月11日在塞舌尔的首都维多利亚举行。相信很多人都未曾听说过塞舌尔共和国这个国家，它是坐落在非洲东部印度洋上的一个群岛国家，人口只有约12万人。渔业和旅游业是这个国家的2大经济支柱。想象一下，在享有旅游者天堂美誉的塞舌尔沙滩上，一边欣赏着引人入胜的海景，一边品尝当地盛产的金枪鱼美食，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本届国际足联沙滩足球世界杯将有16支国际足联会员国家和地区队参加，其中已确认参赛资格的球队有8支，他们具体是白俄罗斯、意大利、毛里塔尼亚、葡萄牙塞内加尔、塞舌尔、西班牙塔希提岛。另外8支球队则将会通过所属赛区的资格赛选出。各大洲资格赛的时间和晋级名额请参考以上内容。再来看看沙滩足球有哪些看点和魅力。沙滩足球有句话叫尽量让球飞起来，因为是在厚厚的沙场上作战，低平球的传球或者射门都没法保证准确度，一个沙坑或者沙堆就能让滚向球门的球指不定飞向哪去，所以尽量采用空中传球、起半空球或高球。这样一来，传统足球比赛中只能百年一遇、技惊四座的倒挂金钩，在沙滩足球中就成了球员射门时屡见不鲜的标配技能，这也让沙滩足球成为了观赏性极强的一项运动。还有就是头球，沙滩足球中头球创造出的亮点屈指可数，这可不是球员们怕赛后洗出一头的沙子，而是因为球员们对沙地不适应才导致的。起跳时机和腿部弹跳力的运用都很成问题，下盘不稳也只有屡屡冒顶的份儿了。沙滩足球中守门员是最忙乱最无辜的，眼看足球裹着沙子飞过来也要睁大眼睛挺身而出，还是不时的因门前弹地变向入网的足球而抓狂。沙滩足球的另一个看点是超高的进球率。我这里统计了一下历年赛事的进球记录，平均每场比赛进球数达到了 8.5 以上。相信2025年塞舌尔国际足联沙滩足球世界杯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快乐和喜悦。2025年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简称世俱杯，是一项由国际足联主办，来自6大洲顶级球队参与的国际性足球赛事。洲际杯，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丰田杯，可以说是它的前身。2005年起，洲际杯被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取代。自2000年举办第一届以来，截止2024年，共举办了20次世俱杯。期间，中国也曾有幸成为2021年世俱杯主办国，但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最终该届世俱杯改在阿联酋举行。本届世俱杯是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办的第21届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也是国际足联宣布改制后的首届32支球队参加的世俱杯，将于2025年6月15日至7月13日在美国举行。新版世俱杯与世界杯相同改制为每4年举办一次，扩军至32支球队参赛，其中欧足联有12队，南美足联6队，亚足联、非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各有4队，大洋洲足联1队，东道主占据最后一个名额。在确定了新版世俱杯32个名额分配后，国际足联发布了赛事准入的关键原则，具体是：1. 对于有4个以上名额的联合会首要俱乐部赛事的近4届冠军参赛，其余球队则根据4年周期积分排名来确定。2. 对于有4个名额的联合会，近4届联合会首要俱乐部赛事冠军参赛。3. 对于有1个名额的联合会，近4届联合会首要俱乐部赛事冠军中积分最高的球队。4. 东道主由国际足联最终确定。
以上原则中，各大洲联合会首要俱乐部赛事具体指的是欧洲冠军联赛、南美洲南美解放者杯、亚洲亚足联冠军精英联赛、非洲冠军联赛、中北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冠军杯、大洋洲冠军联赛。根据上述规则，获得参赛名额的32支球队已全部确定，他们是非洲足联、埃及开罗国民足球俱乐部、突尼斯希望足球俱乐部、南非马梅洛迪日落足球俱乐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维达德足球俱乐部、亚足联阿联酋爱因足球俱乐部、沙特利雅得新月足球俱乐部、韩国蔚山 HD 足球俱乐部、日本浦和红钻足球俱乐部、欧足联西班牙马德里竞技足球俱乐部、德国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葡萄牙本菲卡足球俱乐部、德国多特蒙德足球俱乐部、英格兰切尔西足球俱乐部、意大利国际米兰足球俱乐部、意大利尤文图斯足球俱乐部、英格兰曼彻斯特城足球俱乐部、葡萄牙波尔图足球俱乐部、法国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奥地利萨尔茨堡红牛足球俱乐部、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墨西哥莱昂足球俱乐部、墨西哥蒙特雷足球俱乐部、墨西哥帕丘卡足球俱乐部、美国西雅图海湾人足球俱乐部、东道主美国迈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大洋洲足联新西兰奥克兰城足球俱乐部、南美足联阿根廷博卡青年竞技足球俱乐部、巴西博塔福哥足球俱乐部、巴西弗拉门戈足球俱乐部、巴西弗鲁米嫩瑟足球俱乐部、巴西帕尔梅拉斯足球俱乐部、阿根廷河床竞技足球俱乐部。32支球队分为8个小组，小组前2名晋级16强。16强赛开始采取单场淘汰制，直至决赛，且没有季军争夺赛。此外，规则还规定，通过签署参赛协议，参赛俱乐部承诺在赛事期间派出最强阵容，以防止有些俱乐部派出替补为主的水货阵容敷衍比赛，并进一步影响世俱杯的声誉。如何在国内联赛和杯赛以及欧冠等各大洲冠军赛事中，让球队保持良好成绩的同时，给球员们减轻过度劳累和伤病的负担，将是所有参赛球队和教练们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本届32强世俱杯真可谓是大碗云集，我们将有幸看到维尼修斯、哈兰德、姆巴佩、梅西、贝林汉姆、罗德里、哈里凯恩、格列兹曼等球员们同场竞技。相信众多球星们的参与和俱乐部内长期磨合出来的技战术水平，肯定能让这届世俱杯不亚于32强国家队世界杯。2024年11月14日，国际足联官方发布2025世俱杯的冠军奖杯。新版世俱杯奖杯由国际足联设计，并与知名珠宝品牌蒂芙尼联手打造。奖杯采用 24K 镀金，两面都有复杂的激光雕刻铭文，展现了一张包括211个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和6个洲际联合会名字的世界地图，代表足球文化的多样性。奖杯中央圆盘展示了一系列体现足球传统的图标，包括体育场等标志。奖杯上有13种语言和盲文雕刻，以突出足球作为全球运动的包容性。谁将最终捧起这座含金量十足的奖杯？你也可以留言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3. 2025年国际足联 U20 世界杯。国际足联 U20 世界杯是20岁以下男子的国际足联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经常被称为世青赛或世青杯，每2年举行一次。U20 世界杯是世界足坛年轻球星的最佳展示平台之一，很多足球巨星都是从这项赛事开始崭露头角，如马拉多纳1979年、达沃苏克1987年、路易斯菲戈1991年、亨利1997年、梅西2005年等。正因为如此， U20 世界杯也是众多豪门俱乐部和球探们发掘球星的核心战场。本届也就是第24届 U20 世界杯将于2025年9月27日至10月19日在智利的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兰卡瓜和塔尔卡举行。目前24个参赛名额中的14个已确定下来，具体是东道主智利、阿根廷、巴西、新西兰、新卡里多尼亚、法国、意大利、挪威、西班牙、乌克兰、古巴、墨西哥、巴拿马、美国。剩余10支球队则要经过接下来的资格赛选拔确认。资格赛的具体时间可以参考以上内容。2023年举行的上一届世青赛上，来自意大利国青队的切萨雷卡萨戴伊7场比赛打进7球助攻2球，包揽该届赛事金球奖和金靴奖。让我们拭目以待本届世青赛新的冠军队伍
和下一个超级新星的诞生吧。4. 2025菲律宾国际足联五人制女足世界杯。巴西人喜爱足球是举世公认的，在巴西，无论是在街头巷尾还是在海滩上，你都能看到正在踢球的人们。五人制足球赛也正是从巴西的街头足球演化而来，后被国际足联认可，并从1989年开始举行五人制足球世界杯。不过，五人制女足世界杯今年还是头一次举行，这也和女足相对落后的起步和发展有直接关系。首届国际足联五人制女足世界杯将于2025年11月21日至12月7日在菲律宾举行，赛事有来自6大洲的16支球队参赛。东道主菲律宾和新西兰已经获得参赛资格，其余14支球队则要通过各大赛区预选赛最终确定。巴西、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本届赛事的夺冠热门，他们分别以 1375.29、1304.48、1266.33的积分占据了女子五人制足球世界排名的前3位。首届五人制女足世界杯的举办对这项运动的持续发展非常重要，也会对整个女足的发展起到很好的牵引作用。让我们为女足加油，给女足更多的关爱吧。